不会争宠？别慌，宫斗升级系统帮你搞定。生子灵丸、龙凤双胎、顺延丹、中心丸，有了系统，走上人生巅峰不再是梦。爹爹，真的要让我进宫吗？沈云轩望着父亲，心中忐忑。陛下成婚10年，膝下只有2位公主。我们沈家虽位高权重，可你娘因为冲撞了郑国长公主而惨遭杀害。长公主可是皇上的亲姐，咱们沈家怎么斗得过？但你若能生下皇子，复仇便有了希望。一听到娘亲，沈云轩的眼神亮了。若真能为母报仇，他一定争宠到底。可是传闻皇上不爱美色，甚少照人侍寝，且身体有疾，无法生子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就在他焦头烂额时，忽然耳边响起一个诡异的声音：“爹，恭喜宿主成为宇宙无敌萌萌系统的绑定者，是否接受绑定？”沈云轩一脸懵，完全不知道这声音从何而来。这一连串奇怪的词汇更是让他摸不着头脑。由于宿主是古代原住民，本系统大发慈悲为你解释：我乃宇宙无敌萌萌宫斗系统，最擅长宫斗生子。只要宿主完成任务，努力生娃，你就能晋升位分，走向人生巅峰。沈云轩一时愣住了，虽然不明白这系统是啥，但他听起来像是个帮手，能助他一臂之力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了。爹，宿主已同意绑定，系统正在升级。爹，绑定成功，新手礼包已发放，积分加200。爹，系统任务发布，请通过选秀，并给皇上留下深刻印象，奖励积分加50。沈云轩好奇地问：这积分是用来干嘛的？能换银两吗？我爹银子多得很。宿主，积分可比银两值钱。他能在系统商城里兑换道具，各类生子、美颜、宫斗道具应有尽有。是否立即开启积分商城？沈云轩兴奋不已，连忙点头。虽然这系统名字挺奇怪，但只要好用，叫什么都行。宿主不喜欢名字可以改哦，但一定要萌萌哒。系统声音软糯甜美，像个奶娃娃，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感。沈云轩忍不住笑了。那你就叫阿宁吧，好记。好的，宿主。系统名称已改为阿宁。是否开启积分商城？开启。话音刚落，沈云轩脑海里便浮现出一个光谱，列着他的详细信息：姓名沈云轩，状态健康，子嗣零宠爱，零位分无，积分200，容貌800，倾国倾城，皮肤700，吹弹可破，身材700，玲珑有致，气质500，清秀脱俗，擅长无。随手点了点旁边的金元宝图标，商城界面赫然打开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他眼花缭乱，美颜类、宫斗类、生子类各种商品应有尽有。美颜丸50积分，提升容貌加50；香体丸50积分，赋予身体自然香气；生子灵丸200积分，确保生下男孩；生女灵丸200积分，确保生下女孩；双胎丸500积分，随机生下双胞胎；无痛分娩丸100积分，无痛分娩，生娃轻松；假孕丸150积分，伪造假孕状态，随时触发小产技能；忠心丸1000积分，除了皇上、皇后、太后之外的人都将对你忠心耿耿。沈云轩看得目瞪口呆，他感觉自己好像捡到宝了。在浏览完积分商城之后，沈云轩心里盘算着，只要按系统提示努力完成任务，早日生下龙子，得到皇上的宠爱，那为母亲报仇的梦想指日可待。经过一番思量，他决定兑换香体丸。香体丸兑换成功，剩余积分150。吃下香体丸后，他立刻感受到一股淡淡的甜香，这香味既不像花草，也不像果实，闻起来却让人心情愉悦，仿佛能融化烦恼。果然，系统的东西就是不凡。沈云轩顿时对自己更有信心了。与此同时，在沈府书房里，晏殊、轩儿已经答应进宫了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会代替你，牢牢掌控燕王的局势。燕王是当今陛下的同母弟弟，若皇上始终没有子嗣，将来继承皇位的就是燕王。沈如烟心里早有打算，打的就是这龙椅的主意。不过沈丞相还是给自己留了后路，他决定把小女儿沈云轩送进宫，万一这个小女儿更得天眷，那也算是个双保险了。大启朝的选秀每5年举行一次，而这一次因为皇上膝下子嗣稀少，选秀规模比以往更为隆重，几乎所有官宦世家的女子都参与了。沈云轩也是其中一员，尤为引人注目。他担心自己初次亮相不能给皇上留下深刻印象，于是特地兑换了一个美颜丸和2个魅力丸，迅速提升了50点容貌和100点气质，顿时气质出众，颜值爆表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一个穿着鹅黄色衣裙的女子瞥见沈云轩的容貌和气质，眼中闪过一丝嫉妒。她故意拿起一盏茶水，假装不经意地走向沈云轩，准备泼到他身上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：请报，请报，宿主！旁边穿黄衣服的女人打算泼你茶水，小心躲避。沈云轩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身体已经下意识地一侧身，结果那盏茶水全泼到了另一名女子身上。是谁？竟敢在天子脚下如此放肆！被泼茶水的女子显然火冒三丈，连忙拿出帕子擦脸，然而妆容已被毁，刚做的苏绣锦缎也湿了一大片，
看起来十分狼狈。沈云轩淡然转头，神色平静，声音却软糯：“你为什么要泼茶水？你是谁？”他的话听起来毫无威慑力，但那鹅黄衣裙的女子却不屑一笑：“我是柯庆瑶，太后的侄女，皇上的表妹，柯太师的女儿。谁说我故意泼的？明明是你自己没站稳，撞到我了，这才泼到了别人。”被泼茶水的女子却不依不饶，气得柳眉倒竖：“柯庆瑶，你别太嚣张，今天是选秀的日子，就算你有太后撑腰，皇上也不一定会护着你。”柯庆瑶听到这话，顿时举手就要甩巴掌，可那女子也不是善茬，立刻抓住他的手腕，冷冷道：“我是武将孟将军的女儿，你泼我一次茶，我不会让你再得逞第二次。”沈云轩在一旁偷偷给系统打招呼：“阿宁，阿宁，这个姐姐真霸气。宿主，她是孟将军的女儿，虎父无犬女啊。阿宁，阿宁，有没有什么办法教训一下柯庆瑶？”“当然有，积分商城里有一个臭屁丸，只需50积分，吃下之后它会不停放屁，而且特别臭，简直堪比黄鼠狼。”沈云轩眼前一亮，好东西，正好给那个讨厌的柯庆瑶用。于是他迅速花了50积分兑换了臭屁丸。电选正式开始，秀女们依次列队等待召见。沈云轩装作不经意地路过柯庆瑶，迅速将臭屁丸丢了过去。那丸药一接触到柯庆瑶就消失不见了。没过多久，太监就点到了柯庆瑶的名字，恭恭敬敬地请她入殿。沈云轩在一旁撇了撇嘴，满心期待好戏上演。柯庆瑶与其他秀女们排成一列，她无疑是其中最显眼的那个。身材修长，眉目间带着娇俏的神情，行礼说话时故作天真无邪，俨然一副得宠在即的模样。坐在上首的是太后、皇后和皇上。太后对自己的侄女自然是万般推崇，笑着对皇上说：“你们小时候可是总在一块玩，这青梅竹马的情分可别忘了呀。”皇帝李君毅无奈地看着眼前的柯庆瑶，心里简直腻歪的不行。柯庆瑶频频暗送秋波，眼皮子都快翻抽筋了。不过他还是得给太后几分面子，便淡淡说道：“母后说的是，那就让他留下来陪陪母后吧，算是替儿臣尽孝。”柯庆瑶听闻此言，脸上顿时喜色一满，连忙跪下谢恩：“多谢皇上、太后，祝皇上太后福寿绵长。”皇后则是冷眼旁观，对她心中并无波澜，不过是个女人罢了，多赏她一口饭吃便是。她懒得计较。就在柯庆瑶满心欢喜，准备站起来时，突然肚子传来一阵不适，紧接着一声震天响的哭声传遍了整个大殿。噗！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惊呆了。李君毅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忍不住张大了嘴，心想这是什么声响？莫非地震了？还没等他多想，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噗噗噗。他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，赶紧把嘴巴闭上。天哪，这柯庆瑶该不会是要喷出实质性内容了吧？柯庆瑶的脸色涨得通红，正想强撑着开口解释皇上、太后，可是话还没说完，紧接着又是一串噗噗噗。刚刚还夸她娴雅得体的太后此刻彻底无语了，而皇后更是被臭气熏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连忙捏着鼻子对太后说道：“母后，看来还是赶紧找太医给叶妹妹瞧瞧吧。”柯庆瑶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，羞愤难当。她努力想忍住不再出声，可越是拼命憋住，放出来的声音就越发诡异，令人心生尴尬。太后赶紧去，快带她下去，让太医好好看看。一旁的太监憋着笑，忍气匆忙把柯庆瑶带了出去。而柯庆瑶此时心如死灰，满腔的得宠幻想瞬间化为泡影。沈云轩的亮相就这么以尴尬结尾。殿选继续。臣女沈云轩见过皇上、太后、皇后。沈云轩的声音轻柔如风，甜糯的让人心都要化了。百无聊赖的李君毅不由抬眼，顿时眼前一亮。眼前的女子抱着一束粉荷，面容如画，盈盈一笑间更是如同春风拂面般让人心旷神怡。李君毅目不转睛地盯着她，竟有些失了神。她的肌肤白皙细腻，脸颊微微泛红，眼睛如同天边的星辰般闪耀，尤其是一股若有若无的甜香，随着她的走动，仿佛春日的花香，让人心情舒畅。在之前柯庆瑶的气味衬托下，沈云轩简直就是一缕清风。这是什么香气？李君毅忍不住出声询问。沈云轩笑得温婉，答道：“回皇上，这是臣女自出生便带的香气。”哦，世间竟有如此奇事！李君毅饶有兴趣地盯着他，眼中的惊艳之色丝毫不加掩饰。一旁的皇后看着李君毅的模样，心里一阵无奈，这男人真的是一见美色就走不动路了。沈云轩，辞不别青山，相随与共。好名字！李君毅的语气满是赞赏，眼神中的宠爱几乎要溢出来。他当即赐封号，笑道：“沈丞相果然教女有方，依朕看来，辞欢配得上密这个封号。从今日起，封为密贵人。”爹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成功通过选秀，给皇上留下一个深刻印象。奖励积分加50，完成隐藏任务，让皇上一见钟情。奖励积分加200，获得成就一见钟情，可在成就中查看。阿宁系统发布新任务，达到贵人位分。奖励积分加100，技能床子之欢，侍寝时增加兴致，让人欲罢不能。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让沈云轩有些懵，不过随即便是一阵欣喜，
自己不仅完成了第1个任务，还激活了隐藏任务和贵人晋升的任务，收获颇丰。他一时间满心欢喜，但看到床子之欢的技能描述，顿时脸颊微红。这技能未免有些让人害羞了吧？丞相府接到消息，自家幼女沈云轩成功入选，并且封为密贵人。沈丞相的嘴都合不拢，仿佛自己跟中了个状元，眉开眼笑的对下人们连连吩咐，庆贺一番。而这批秀女中入选的有8位，位分最高的便是沈云轩，接着是太后的侄女柯庆瑶和孟将军之女孟锦华，分别被封为美人。虽然皇帝陛下向来对美色无动于衷，后宫佳丽3000也不过是名存实亡的摆设。曾经有嫔妃为博宠献媚，结果不仅没得到恩宠，还被陛下丢到了寺庙里闭门思过，差点连小命都保不住。可谁能想到，沈云轩那柔美的姿态竟让皇帝眼前一亮，似乎动了心。沈云轩心里也乐开了花，这第1步走得太顺利了，看来离他母亲的复仇大计又近了一步。得宠，指日可待。这时，阿宁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：叮，发布任务，与皇上进行一次亲密肢体接触。任务奖励：美颜丸1颗。沈云轩眼睛顿时一亮，心中暗喜，美颜丸。自从通过臭屁丸教训了柯庆瑶之后，他就开始克制自己，不随便浪费积分，总想着宫斗丸药才是王道。可这美颜丸1颗下去，自己离满分容貌岂不是又进一步？哪个女人不想成为宫中最美的存在？更何况肢体接触嘛，不过是小菜一碟。阿宁，帮我查查这几天皇上都去哪儿，我得找个机会偶遇他。沈云轩摩拳擦掌，心里盘算着怎么完成这个任务。宿主，明日午时，皇上会去太液池赏荷花，正是偶遇的好时机。沈云轩闻言，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。赏荷呀，这倒是有趣。他选秀的时候还特意抱了一束荷花，看来这小心思还真没白费。明日正好再用一次荷花加持，让皇上对他刮目相看。第2天一大早，沈云轩就起身精心打扮，还特意让丫鬟碧川给他梳了个弯月髻，婉转柔美又不失精致。等到午时，沈云轩带着碧川来到了太液池边，假装不经意间看到盛开的荷花，眼里闪烁着喜爱的光芒，随即表现出一副准备去采莲的样子。就在他刚要动作时，阿宁的声音又传来：宿主，皇上距离你只有30步了，准备好。沈云轩立刻放下莲叶，转身开始唱起了早已准备好的采莲曲，清澈婉转的歌声在太液池畔回荡，仿佛连空气都随着旋律轻轻颤抖。李俊毅的脚步在不远处停住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，眉头微蹙，心中疑惑：谁在唱歌？可歌声如此动人，仿佛一缕清风吹过心田，柔软而美好。李俊毅从未见过如此婉转而又勾魂的歌声，仿佛那软糯的音调里藏着无形的钩子，挠得他心里痒痒的，像是有只小猫在轻轻抓挠。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静静地听着。沈云轩唱完曲子，依然保持着那副俏皮的模样，好像根本没看见皇上似的，转身就打算下水采莲。他的步伐轻盈，倒也十分动人。然而，池边的石头湿滑得很，一个不小心，他的脚步一踉跄，差点直接扑进水里，瞬间吓得小脸煞白，还没来得及尖叫，他就突然被一双有力的臂膀紧紧抱住，温暖坚实的怀抱让他愣住了。沈云轩抬头看去，正对上李君毅深邃的目光，两人四目相对，那暧昧的气氛像是荷塘里盛开的花香，弥漫在空气中。爹，和皇上有一次亲密的肢体接触，任务完成，任务奖励美颜丸1颗。沈云轩心中一喜，任务竟然就这么轻松的完成了。可还没等他从这突如其来的喜悦中缓过神来，脸颊边却突然传来一丝柔软的触感，温热而又短暂。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刚才皇上竟然亲了他。沈云轩的脸瞬间烧红了，看着眼前这个传说中冷酷无情的皇帝，心里却一片温暖。此刻的他俊朗迷人，眼底还带着一丝温柔的笑意，哪里有半点传闻中的冷漠模样。宿主，皇帝对你的心动值加50。沈云轩愣了一下，心动值？这是什么操作？难道皇上这么快就对他动心了吗？爹，目前皇上的心动值80，奖励积分加100。积分？居然还有这么多奖励！沈云轩默默压住心底的喜悦，面对皇上温柔的眼神，他娇羞地低头道：多谢陛下救命之恩。李君毅见他这般柔情万种，心里更是乐开了花。他轻轻握住沈云轩的手，柔声道：不必客气，我送你回宫吧。两人十指相扣，宛若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。皇上亲自护送密贵人回到了福光宫，这一幕自然没多久就传遍了整个后宫，瞬间掀起了一阵小小的风波。当李君毅将沈云轩安全送回宫后，还颇为闲情地陪他喝了一盏茶，下了几句棋。临别时，他甚至没能忍住，轻轻拉住他的小手，顺势又在他手背上落下亲吻，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，低声说道：后日朕等你侍寝。回到自己的宫殿后，沈云轩开始盘算着接下来的宫斗计划。在这宫中，最怕的就是宫女太监不忠心，他们随时可能被人买通，成为对付他的利器。他决定赶紧利用系统积分换一些有用的道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首先，他服下了美颜丸，顿时觉得自己的肌肤更细腻光滑，容貌更为惊艳。然后他浏览了一下系统商城，准备兑换一些辅助工具。突然，
他看到了一种叫中心检测符的道具，能检测身边人的忠诚度，这可太实用了。毫不犹豫，他兑换了这张符，打算用它来看看自己的宫女们是否值得信任。不过，他这次花费了不少积分，短短时间内就又回到了清零状态，但他心里却踏实了不少，毕竟有了这些利器傍身，未来的宫斗路他已经稳稳站住了第一步。沈云轩盯着刚兑换的中心检测符，满怀期待地研究其使用方法。系统提示很快跳了出来：宿主是否确认使用中心检测符？请确定适用范围。沈云轩一拍脑门：是的，阿宁就在瑶光宫吧。好的，正在使用中。几秒钟后，系统显示完毕，一个数据面板在他面前浮现，列出了宫里8个宫女和8个太监的中心数值。玉珠中心、90碧川中心、85旺福中心、85。他数了数，中心度最高的就是这3个：玉珠、碧川、旺福。这3位主力都在80分以上，算是非常中心的心腹级别。剩下的几个人，4个宫女和3个太监都在60以上，勉强算合格，暂时还不至于造反。可最糟糕的是，那2个不到60的宫女，一个是太后的眼线，另一个则是皇上的耳目。阿宁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人的忠心度都上去？满脸苦恼。宿主，有一种收买人心丸，只要不是皇上、太后、皇后，谁吃了都会对你百依百顺。沈云轩忍不住抱怨，像个气鼓鼓的小包子。可问题是，这收买人心丸要1000积分呢，这哪里是收买人心啊，分明是抢劫我。那还有中心提升丸，300积分一个，使用后中心值可提升到60以上。沈云轩一听，简直要气晕过去。300积分一个，他现在兜里连根毛都没有，还怎么提升啊？看来只能慢慢做任务，积累积分了。他正懊恼时，系统却忽然叮的一声响起。叮！阿宁系统发布任务，成功侍寝。任务奖励积分加100，根据皇上满意程度增减积分，上限500。达到评位奖励积分加150。技能天籁之音，让宿主歌喉如天籁，绕梁3日。任务一发布，沈云轩两眼放光，心里乐得不行。侍寝任务还附带满意度，看来皇上越开心，积分就越多啊。他立刻在心里暗暗定下目标，既要赚积分，还得让皇上满意到5颗星。2天后，后宫传出消息，皇上翻了牌子，召密贵人侍寝。消息一传开，后宫众妃嫔顿时如炸开了锅。沈云轩此刻被嬷嬷们精心打扮，穿上一袭绯色柔纱衣裙，那若隐若现的曲线、纤细的腰肢、修长的双腿，以及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态，简直魅力无穷。当他被送到太极殿时，李君毅的眼神瞬间直了。轩儿，你真是美得不可方物。皇上毫不掩饰自己的赞美，眼神里仿佛冒出了绿光，像是几天没吃东西的狼，迫不及待。李君毅活了28年，从未如此沉迷于一个女子，简直是酣畅淋漓的感觉。他像贪婪的野狼，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将沈云轩抱在怀里，尽情享受。沈云轩此刻欲哭无泪，嗓子都喊哑了，内心疯狂呼唤阿宁：阿宁，救命啊！有没有增强体力的药丸啊？可惜阿宁本着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视的原则，在他共赴巫山时自动屏蔽了任何干扰，完全听不到他的求救声。折腾到最后，沈云轩已经被累得软成了一滩泥，香汗淋漓，娇喘吁吁，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还是李君毅心疼他，亲自抱着他进了浴桶，一边洗一边又轻柔一把，看着他白皙娇嫩的肌肤，脑子里又开始蠢蠢欲动。第2天，沈云轩好不容易醒来，发现太阳已经高挂在天上了。宿主，你终于醒了，恭喜完成任务，成功侍寝。任务奖励积分加400。沈云轩听完系统提示，暗暗叹息，心里琢磨着，原来那100积分就是因为他体力太差被扣的，这一仗实在是打得太累了。等到沈云轩一瘸一拐地扶着酸软的身体回到瑶光宫时，刚好遇上了圣旨到达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氏柔家温顺，贤良淑德，今日特封为密嫔，钦此。宣旨的太监笑眯眯地掂了掂手中的荷包，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，嘴上也没少夸他。恭喜密嫔娘娘，您可是咱们后宫侍寝敬畏的第一人，看来娘娘福气不浅，日后必定贵气逼人。沈云轩听着，心里忍不住乐开了花，哇，真是步步高升啊！不过表面还是保持了大家闺秀的矜持，只是偷偷回到殿内笑了出来。爹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达到评位分，奖励积分加150，技能天籁之音。沈云轩点开面板，看到自己积分涨到了550，不由得精神振奋，心里打着小算盘，皇上和太后那2个眼线得尽快处理，买中心提升丸是势在必行的。不过一想到中心提升丸每颗300积分，手里的550积分也就够买一个，沈云轩心里有些不甘。他眨巴着眼睛对系统撒娇道：阿宁，积分就不能打个折吗？买2个中心提升丸，你少收我50积分好不好吗？系统差点被他这撒娇弄得系统瘫痪，欲哭无泪的回应：宿主，您可是高门贵女，怎么还要跟我讲价呢？真是让系统的小心脏受不了。沈云轩一听，立刻心软了。哎呀，阿宁别哭嘛，我不讲价了就是。对了，还有什么任务没？系统这才高兴起来，立刻抖擞精神发布任务。爹，阿宁，系统发布新任务，
达到婕妤位分，奖励积分加200；技能才华横溢，成功生下皇子，奖励积分加200；魅力玩加2，宠爱值达到200，奖励积分加150。沈云轩看着一连串任务，差点晕过去。他忽然想起自己之前兑换的生子丸还没吃呢，赶紧选择使用。顿时，面板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状态：有孕，孕于10月，性别男。哇，儿子！沈云轩摸了摸小腹，感觉有些不真实，心里还带着一丝甜蜜。太好了，终于有孩子了。但他转念一想，这才刚侍寝一次，竟然立马就怀上了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不愧是生子丸，真是神药啊！晚上又轮到沈云轩侍寝，皇上对他的宠爱显然是越来越多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宫里规矩，所有侍寝过的新人都要到凤鸾宫给皇后请安。沈云轩拖着疲惫的身体，乖巧地站在队伍里。皇后娘娘看见他时，顿时笑得满面慈祥。小蜜萍看着柔柔弱弱的，倒是伶俐得很。以后有空常来凤鸾宫陪本宫聊聊天。沈云轩笑得甜甜的，多谢娘娘，臣妾一定常来。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月牙，嘴边2个小梨窝格外讨喜。皇后看着他那副模样，竟忍不住伸手捏了捏脸。你这小丫头真是可爱的紧。皇后娘娘一边笑一边调侃着：“哎，皇上真是个老牛吃嫩草啊！小轩儿，你可真是嫩得像只小兔子，咱家朝阳公主都没你可爱。”沈云轩一听，差点呛住，瞪大眼睛看着皇后娘娘：“您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呢？”皇后笑得前仰后合：“哎呀，自己宫里不用那么拘着，开心点嘛。不过说真的，皇上有没有欺负你啊？看你这模样，昨晚可没少折腾吧？”沈云轩瞬间满脸通红，娘娘，您这话让我怎么回啊？皇后乐得直不起腰，哈哈，小丫头害羞了。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皇上不敢太过分。哎，你这么甜，真是让人忍不住想照顾你。系统突然插话：“宿主，皇后娘娘是穿越者，她也来自未来的时代。”沈云轩瞬间愣住：“什么？皇后也是穿越者？”系统点头：“没错，她跟我来自同一个世界。”沈云轩脑海里一片混乱，没想到皇后娘娘这般端庄秀丽，居然也是个现代人，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恶意值80的秦美人沈云轩刚回到瑶光宫，还没来得及喝口水，耳边就响起消息：秦美人来访。心里一动，才侍寝2日，宫里就有人按捺不住了。看来这宫斗的热身赛才刚开始。他倒是没有多想，反正秦美人一直是个温和的人，不至于难相处。正好，沈云轩也想看看这个满面温柔的美人到底有什么打算。这时，系统阿宁又冒出来了：“宿主加油！宫斗场面多得很，我建议你购买恶意检测服哦，只需100积分。使用后能实时检测别人对你的恶意值，数值越高，越有可能害你，永久有效，超值呢。”沈云轩正想着试试这新道具，恶意检测服就到账了。就在他下单的时候，秦美人已经袅袅婷婷的进来。沈云轩目光一瞥，果断选择对秦美人使用了恶意检测服。瞬间，秦美人的头顶赫然显示着恶意值80的大红数字。他心里微微一沉，面上却还是保持着得体的微笑，只是神情不自觉有些僵硬。秦美人倒是看不出什么端倪，依旧笑容见过蜜萍娘娘。沈云轩淡淡的点了点头，正准备说话，却见秦美人使了个眼色，她身边的宫女便立刻拿起手中的托盘，露出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盏来。秦美人柔声道：“娘娘初入宫中，难免有些不适应，我想，若是娘娘不嫌弃，日后我可以多来陪娘娘解闷。这是我为娘娘晋升之喜准备的一点薄礼，希望娘娘喜欢。”沈云轩接过礼物，还没来得及客套几句，脑海里就传来了阿宁的警惕警告：“宿主小心！这玉盏上涂了大量紫薇花粉，长期用它喝水会导致不孕，就算怀上了孩子也会流产。不过宿主你放心，生子丸护体，这玩意儿对你没效。”沈云轩不动声色地收起玉盏，露出一淡淡的笑意：“多谢秦美人美意，礼物我很喜欢。”秦美人见他收了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，似乎觉得自己稳操胜券。他接着话锋一转，说道：“蜜萍娘娘喜欢就好。对了，德妃娘娘还让我带句话，下个月初是德妃娘娘的芳诞，特意为此安排了一场小宴，不知蜜萍娘娘是否愿意赏光呢？”“宿主，宿主，快去！放心，有我罩着你，绝对没事。”阿宁忙不迭地在沈云轩耳边鼓劲。沈云轩笑了笑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柔声道：“既然德妃娘娘盛情相邀，我自然不敢不去，届时还请秦美人多多照顾呢。”沈云轩刚送走秦美人，就端详起眼前这精致的玉盏，外表光滑晶莹，谁能想到居然暗藏着这么歹毒的陷阱？他一边想着，一边轻轻叹了口气。德妃的生日宴还没来，这礼物先让他头疼了。宿主，宿主，我建议你直接向皇帝告状，这么明显的陷害，他肯定不会放过秦美人的。阿宁在脑中响起的声音急切而坚定。沈云轩点了点头，心里已经有了打算。他本不擅长玩阴谋诡计，可是撒娇卖萌，他可是天生的高手。于是，当晚李君毅再次降临瑶光宫时，便感受到了来自这只小白兔的特别热情。不过撒娇归撒娇，沈云轩也没忘了正事，他轻声交代的说道：“皇上，今天秦美人来拜访臣妾了。
李君毅眉头一挑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隐约感到有些不对劲。沈云轩小心翼翼地继续道，他说想常来陪陪臣妾，还送了这个玉盏，臣妾也不敢多想。他一边说一边拿出那玉盏。哦，拿来给朕看看。李君毅眼神微微一凝，接过玉盏细细打量，随后立即扬声唤道：陈秉忠，去查查这玉盏有什么问题。不一会儿，陈秉忠便带着结果回来，恭敬地禀告道：皇上，这玉盏上被涂抹了大量紫薇花粉，若是长期使用，会导致女子不孕，甚至小产。李君毅一听，面色骤变，猛地拍案，竟然如此恶毒！陈秉忠立即将秦美人押入天牢，严刑审问，朕倒要看看他背后是谁指使的。随着陈秉忠匆忙领命离去，李君毅目光一转，落在沈云轩身上，语气柔和了许多：密嫔，你既温柔顺从，又恪守礼仪，朕心甚慰，即刻晋封为婕妤钦此。沈云轩面带喜色，但内心其实早已在接受来自系统的奖励。爹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达到婕妤位分。任务奖励：积分加200，技能才华横溢，宠爱值达到200。任务奖励：积分加150。系统的声音仿佛喜庆的鼓点，让沈云轩的心情更上一层楼。他粗略算了算，现在已经积攒了700积分，连忙兑换了2个中心提升丸，打算趁机处理掉宫中的眼线。他叫来了皇上和太后，安插在他身边的婢女秋菊和冬梅，轻轻松松地将2个人物丢了出去。中心提升丸已使用，秋菊忠诚度提升至65，冬梅忠诚度提升至65。系统反馈，沈云轩舒了口气，给他们交代了几句，务必在皇上和太后面前按兵不动，一切先禀报他再行事。爹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达到嫔位分，奖励积分加150，技能天籁之音。沈云轩点开面板，看到自己积分涨到了550，不由得精神振奋，心里打着小算盘。皇上和太后那2个眼线得尽快处理，买中心提升丸是势在必行的。眼看一切问题都顺利解决，沈云轩满心欢喜地去凤鸾宫给皇后请安，心中不禁为自己近期的成就而小小得意。刚晋封为婕妤，搞定了2个眼线，还让秦美人吃了苦头，简直是一举3得。然而刚进凤鸾宫，他就碰上了华兰仪，那位常常尖酸刻薄的嫔妃。华兰仪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酸溜溜地说道：哟，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蜜婕妤啊，这进位速度可真够快的，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啊？沈云轩懒得与他计较，只是笑着点了点头，是挺快的呢。华兰仪见他这副无所谓的态度，更加气愤，忍不住嘲讽道：别以为恃宠生骄就能长久，总有一天你会有好果子吃。沈云轩眨了眨眼，故意装作没听懂，脸上挂着一副天真的笑容。他已经从系统阿宁那里学到了生存之道，对于位分低的直接打脸，而位分高的就装傻卖萌或者搬救兵。果然，沈云轩才装傻几秒钟，皇后娘娘就看不下去了，冷冷的开口：华兰仪，注意你的言行举止，回去抄10遍清心经，3日后交上来。10遍？华兰仪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的清心经可是数万字长，100万字下来，怕是连手指都抄断了。她赶紧慌忙行礼告退，甚至连在与沈云轩对峙的勇气都没了，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跑出了凤鸾宫。沈云轩看着他狼狈的背影，心中暗自偷笑，顺带松了口气。宫斗不过如此吗？沈云轩轻轻自言自语，心情格外畅快。宫中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门口的太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气喘吁吁的禀报：德妃娘娘，大公主噎住了，已经无法呼吸。德妃瞬间变了脸色，哪还顾得上她平日那端庄贤淑的样子，慌忙起身，裙摆一提，脚下似生风般朝着大公主的住所狂奔而去，连鞋子都差点飞出去。阿宁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大公主？沈云轩一边跟着跑，一边暗中呼唤系统：有健体丸可以兑换，不过宿主你完全可以用海姆立克急救法，省钱又有效。赶到时，沈云轩见到大公主脸色涨红，呼吸困难，几乎已经失去意识，躺在德妃怀里无助的挣扎。德妃见了沈云轩，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急得眼泪直掉。沈云轩二话不说，从德妃怀里接过大公主，把她面朝前站好，自己从背后环住大公主，双手握拳，迅速按压在公主腹部，进行海姆立克法的急救。旁边看热闹的宫女们面面相觑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而站在一旁的皇后越看越眼熟，猛然一拍脑袋，心想：这不就是她在现代刷短视频时看到的那个急救方法吗？就在这时，李君毅也匆匆赶到，还没等他开口，便见沈云轩重复按压几次后，随着大公主猛地咳嗽一声，噎住的东西终于啪一声飞了出来，居然是一颗硕大的葡萄。大公主顿时恢复了呼吸，小脸虽然还有点发白，但总算是缓了过来。德妃吓得双手发抖，死死搂住女儿不放，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打湿了大公主的衣襟。沈云轩见状，悄悄站到李君毅旁边，低声撒娇道：皇上，我救了大公主哦。沈云轩小脸一扬，满脸得意：臣妾可救了大公主吗？这时旁边看热闹的梁婕妤冷不防插嘴道：蜜婕妤此话未免太过轻佻了吧，刚才你对大公主做的那些动作，分明是想置她于死地，哪有救人的道理？他话音刚落，柯庆瑶也紧跟着附和道：对啊，皇上，
表妹刚刚看起来就是故意折腾大公主，这么狠毒的手段，臣妾可是吓坏了。李君毅眉头一皱，冷冷瞥了他们一眼，淡然道：“朕倒不知道，你们两位什么时候也成了太医院的医女了？来人，传朕旨意，梁洁瑜和叶美人即日起每日到纯羽女医处捣药，学习医术。”梁洁瑜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柯庆瑶还一脸茫然，显然没反应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太医走上前禀告道：“启禀皇上，大公主确实是被葡萄噎住，幸亏密婕妤及时相救，现在已经无碍。”德妃听闻，感激的差点再次落泪，连忙上前道谢：“密婕妤，今日多亏你救了洛梅，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”沈云轩抬眼一瞧，德妃头顶的恶意值从70唰的一下降到了0，简直让人心情大好。这时，皇后适时开口：“皇上，密婕妤救下大公主，此等善行当有嘉奖。”李君毅微微点头，随即开口：“密婕妤机智聪慧，救下皇嗣有功，立即册封为昭仪，封号为臣。”叮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晋封昭仪，获得奖励，积分加400，技能调香天赋，宠爱值达到400，积分加300。然而，在人群后方的柯庆瑶早已气得五官扭曲。昭仪的封号应该是他的，皇上表哥也该是他的，她才是这宫中最耀眼的女人。就在沈云轩瞟过去的瞬间，柯庆瑶的头顶恶意值赫然涨到了100。沈云轩暗自冷笑，悄悄花了500积分在系统里兑换了一个反弹符，3个月之内，任何针对他的暗害手段都会反弹给对方。这场宫斗还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，沈云轩心里还有点小激动，毕竟宫廷里可是个让人百转千回的地方。可一进门，他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。他的老对头镇国长公主正悠闲地坐在那儿，似乎正在挑选最精致的茶具。陈昭仪是哪个？太后还没发话，镇国长公主就懒洋洋地开口，满脸不屑：“哦，是你呀，就这种样子也能入得了我皇帝的眼？我看你连给本公主洗脚都不配。本公主身边的婴儿可是花楼出来的，跟你倒有几分相像。”沈云轩的心里顿时被掀起了滔天巨浪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他的拳头紧握，恨不得把这句话从镇国长公主的嘴巴里摘出来，扔得远远的。可他忍住了，想起了母亲的往事，强压着内心的愤怒。好在皇后娘娘这时候及时地站了出来：“母后，这就是陈昭仪，刚才大公主出了事，还是她挺身而出救了华阳。”德妃也连忙附和：“是啊，太后娘娘，陈昭仪心地善良，华阳对她也很喜欢。”沈云轩默默地使用了恶意检测符，心中不禁松了口气。太后对自己并无太大敌意，恶意值30，估计是因为那位叶美人。可一转头看向镇国长公主，恶意值居然高达85。沈云轩心中冷哼一声，心想：正好，他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，我也正想看看他的底牌。就在这时，柯庆瑶小心翼翼地凑了过来，拿出2个香囊给太后。太后姑母，威儿特意为您和公主表姐做了香囊，您看喜欢吗？沈云轩眼珠一转，马上吩咐系统：阿宁，给我兑换一个交换符，把香囊里的香料换成去。好的，宿主已使用，扣除50积分。随后，香囊的香味发生了奇异的变化。太后和镇国长公主同时拿起香囊，愣了一下，随即脸色变了。那股难闻的腐臭味迅速弥漫开来，仿佛腐烂的食物般令人作呕。李淑文赶紧打开香囊，看到了一堆蠕动的白色虫子，恶心至极。大胆柯庆瑶，你到底是什么居心？居然把装满虫子的香囊送给我和母后，你是想害死我们吗？柯庆瑶愣住了，脸上写满了困惑，而李淑文却愤怒地指着他：你给本公主和母后送这种东西，简直是想害我们！你们都是宫里的人，居然做出这么恶心的事！一旁的皇后见状，连忙扶住太后，屏住呼吸，匆忙行礼：母后，您多保重，臣妾先带他们告退了。叮！阿宁系统发布任务，达到非位分，任务奖励积分加500，技能知无不言，宠爱值达到600，任务奖励积分加500。系统发布了2个常规任务之外，沈云轩还收到了2个特殊任务，让皇帝对自己许下誓言以及任意一场宫斗获胜。沈云轩眼睛一亮，决定先看看能不能兑换一些隐形武器，然后轻松搞定那些想要害他的人。回宫之后，李君毅自然又一次陪着他待了很久。这次他还提到了今天早上的事情，今日去慈宁宫，结果碰到镇国长公主，那个女人言辞真是没底线。沈云轩强忍住心中的委屈，故作轻松地说：长公主说我只配给她洗脚，还把我和她身边花楼出来的婴儿类比。李君毅忍不住皱了皱眉，皇姐向来口无遮拦，你不要跟她一般见识，若是她在挑衅你，记得来找朕。沈云轩抿嘴一笑，放心，长公主她不过是嘴上功夫罢了。外面突然传来报告，可贵人来访。沈云轩一愣，柯庆瑶恶意值满了100，真的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可惜他现在的反弹符仍在有效期内，沈云轩一点也不担心他会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事，反正那些阴招最后都会反弹到他自己身上。不过柯庆瑶似乎是受不了自己憋在外面，于是砰的一声推开门，直接闯进了宫中。沈云轩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有本事抢男人，你有本事出来啊！沈云轩咬着牙笑了笑，心想宫斗中位分比自己低的，直接给他点教训就好。
他轻轻伸手准备反击。沈云轩调皮地揉了揉手心，朝柯庆瑶吐了吐舌头：“你的脸皮真厚啊，打得我手都疼了。可是你脸上一点印子都没有。”柯庆瑶呆住了，感觉自己脸上被打得像是火烧一样痛，可是低头一看，竟然什么痕迹都没有。刚好皇上、皇后和其他嫔妃赶到，柯贵人声泪俱下的哭诉道：“陈昭仪上来就给了我2个大巴掌，打得我几乎毫无还手之力。”沈云轩装作一脸委屈，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：“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轩儿不明白，柯贵人竟然诬陷臣妾，臣妾根本没有打他啊！”柯庆瑶继续激烈狡辩：“皇上、皇后娘娘，你们不能只听他说的，我的脸都快被他打肿了。”沈云轩连忙拿起头巾递给他。皇上看了看柯贵人脸上那一丝不见的伤痕，忍不住笑：“柯贵人，你自己好好照照，哪里有受伤的痕迹？就算你想搞苦肉计，也得有点代价吧？你这脸光滑如新，哪有半点问题？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”柯庆瑶抓过镜子一看，傻眼了，原来他的脸完全没事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如陈昭仪说的，我的脸皮特别厚？柯庆瑶陷入了深深的怀疑。皇上见他还在自言自语，直接下令传旨：柯贵人无理取闹，目无尊卑，降为宝铃，禁足宫中，无诏不得出。终于，柯庆瑶被狠狠打压，其他嫔妃的心情也跟着平复，纷纷幸灾乐祸。爹，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处理掉一个古代恶意值100的敌人，任务奖励积分加500。李君毅见状，心情稍微放松了些，他搂着沈云轩走进寝殿，又吩咐人拿来一个古代精致的装匣，打开看看，这是朕送给你的。沈云轩疑惑地接过装匣，里面竟然是一颗硕大的夜明珠，足足有拳头那么大。沈云轩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。夜明珠，他从没想到会收到这么珍贵的宝物。这年代，夜明珠可是稀世珍品，哪怕小的像指甲盖一样，也已经能值个天价了。别说这个大的几乎可以当灯泡用的。这一天，沈云轩的心情简直好得没话说。系统的任务奖励和李君毅的宠爱，让他有些飘飘然。德妃的生辰来得很快，沈云轩一到场，就见德妃满脸笑容，急忙上前拉住他的手，带着他入座。接下来的环节是送礼，大家纷纷展示心意，气氛颇为热烈。轮到沈云轩时，他送的生辰礼是一枚精致的玉如意，透着一股温润的光泽，在阳光下闪耀动人，品相无可挑剔。正当气氛和谐时，梁洁瑜忽然出声：“听说皇上送了陈昭仪一颗拳头大的夜明珠，连指甲盖大小的夜明珠都能价值连城，拳头大的这颗该值多少呢？”他话音一转，继续大声说道：“既然陈昭仪拥有如此贵重的宝物，怎么不直接献给德妃娘娘呢？是不是对德妃娘娘心生嫉妒，觉得她有公主，而自己却一无所出？”沈云轩面不改色，反而转向他的发间：“梁洁瑜，你头上的那枚玫瑰簪子真精美，手艺真是巧夺天工。”梁洁瑜顿时得意忘形，笑得如同蜜糖。当然，这是皇上亲手为我挑选的生辰礼，独一无二的。沈云轩嘴角一扬，眼睛眯成月牙。既然是独一无二的宝贝，为什么不把它献给德妃娘娘呢？是不是嫉妒她育有公主，而自己却没有孩子呢？话音刚落，华兰姨不甘示弱，冷笑道：“没错，陈昭仪虽宠爱如此，却怎么也没见肚子有动静。”正在低头摆弄小金珠的大公主忽然抬头看向沈云轩，语气稚嫩却清晰：“弟弟。”大公主的一句话瞬间引发轩然大波，她居然直接对陈昭仪的肚子说弟弟，难道她真的怀孕了？众人纷纷侧目，气氛一时微妙起来。李君毅坐在主位上，轻笑一声：“刚刚说什么了？怎么这么热闹？”还没等皇后和德妃开口，华兰姨便兴奋地抢先说：“皇上，大公主刚刚说陈昭仪有弟弟，咱们都在猜陈昭仪是不是怀孕了。”“哦，这是真的吗？”李君毅显然被这个消息惊喜到，眼中不由得流露出期待，连忙转头看向沈云轩。李君毅转过头来问大公主：“华阳，你见到弟弟了吗？”大公主小小的脑袋点了点，语气中充满了肯定：“是呀，陈母妃有弟弟。”李君毅几乎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立刻吩咐人去召唤太医，并特意派来医术最精湛的周太医。周太医捋着胡子走进来，开口报告：“启禀皇上，陈昭仪少阴动得极为明显，脉搏流畅，指下圆滑如珠，此为喜脉，胎相稳固，无需多虑，平日稍加小心即可。”老臣恭喜皇上，恭喜娘娘。果不其然，李君毅显得更为激动，下旨宣布陈昭仪育有皇嗣，特晋升为陈妃，享贵妃之待遇。这意味着，只要陈妃顺利生下孩子，贵妃之位就是板上钉钉了。随着命令下达，李君毅急忙吩咐抬来自己的龙辇，光明正大的带着沈云轩回到了瑶光宫。一路上，李君毅小心翼翼地护送沈云轩，沈云轩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。皇上看起来很高兴啊，轩儿也很开心，终于能为皇上生下孩子，替皇上延续血脉了。李君毅的眼神里满是柔情，仿佛他是世上最珍贵的珍宝。他一把将沈云轩揽入怀中，深情款款地说道：“轩儿，从今天起，你和我们的孩子，就是朕一生一世最珍贵的宝贝，朕一定会好好护着你们，不让你们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”沈云轩心中一暖，微微一笑。听着这番话，
他感觉自己像是被满满的幸福包围着。就在此时，系统的提示音也不失时机的响了起来。叮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达到非位分。任务奖励积分加500。技能知无不言，宠爱值达到600，让皇帝对自己许下誓言，达成成就帝王之事。任务奖励幸运大转盘抽奖1次。哎呀，又完成了任务，奖励也真是来得及时。沈云轩心里嘀咕着，差点忘了自己正躺在帝王怀里，还是要保持一下矜持。第二天清晨，沈云轩正安静地享用着早膳，突然宫门外传来一阵喧哗声。他抬头一看，上宫局的姑姑带着一队宫女太监，似乎是专门来给他补位的。沈云轩若有所思地用中心检测符扫了一眼，结果发现这群宫女太监的忠诚度都不错，几乎都在60分以上。看来皇上和太后果真为他打理了这些后宫补充，确保自己不缺的太惨。看来宫里终于得到了补充，宫廷生活也可以安心一点了。他心中默自安慰，转头朝宫女微微一笑。然而，这也让沈云轩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事情了。他这会儿手头已经有了充足的积分，看到宫里那些忠心值低于60的太监，沈云轩毫不犹豫地挥手，来，把忠心提升完拿过来，分发给他们。一片繁忙中，沈云轩笑得更甜了。积分一下减少了1200，剩下的650积分，他决定先放着不急，慢慢的积攒。晚上，李君毅来陪他时，沈云轩顺势提出了一个古代话题：皇上，今天收到了娘家的拜帖，嫡姐沈如烟想要进宫请见。他看着李君毅的眼神，探测着他的反应。李君毅微微挑眉，像是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提起此事，眼神不自觉地按了按，声音低沉地问：哦，你姐姐和燕王之间有关系吗？沈云轩心里一动，顺势试探道：是啊，听说姐姐一心倾慕燕王，哎，她性子强势，向来不太听家里的话，别说我了，就连爹爹的劝解也不太听得进去。希望她这次能如愿吧。他尽量将话题掩饰成无关紧要的小事，然而他能感觉到李君毅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片刻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哦，李君毅的眼中闪过一丝暗光，那他来宫里真是为了燕王。沈云轩点了点头，心里已经做好了李君毅会有反应的准备。他继续说道：姐姐一直都很有主见，做事不会轻易被改变，可能这次进宫就是想和燕王进一步接触吧。他轻轻抬起头，看向李君毅的眼睛，仿佛在等待着他接下来的反应。而李君毅依旧保持着那种不动声色的态度，只是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，似乎没有透露出任何过多的情绪。沈云轩心里暗自松了口气，看来暂时不会有太大的波动。他继续装作轻松地说道：姐姐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希望她能够顺利。虽然他的话语轻描淡写，但他知道自己的每一句话李君毅都在认真听，且每一份反应都藏着深意。李君毅心里不禁一沉，对沈丞相的态度更加不满了。看来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偏心起来简直不要命。没想到萱儿从小到大经历的委屈，居然被这个英明的父亲忽视了。至于沈丞相想着和燕王联姻的事，好吧，既然他都这么热衷，那就让他们自由发展吧，免得他还觉得自己多管闲事。沈家的动作飞快，在接到皇上圣旨后的第2天，沈如烟就如约入宫了。沈云轩瞅着这一切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心里却想着，我要维持好我的体面，不可能亲自下手对付长姐，但后宫那些对我有敌意的嫔妃们就成了我的随手刀了。而且我可是提前花了50积分，在系统商城兑换了一个古代叫做对天对地不要命符的东西，专门给沈如烟准备的。接下来就等着他嘴巴开花，自己倒霉的时候，别人给他来个顺手送刀了。果然，沈如烟一进宫便遇到了华兰姨的善意挑战。都说沈丞相叫女有方，可是这沈小姐进宫也不太懂规矩嘛。华兰姨冷笑着朝沈如烟挑衅：皇后娘娘行礼都得低头，怎么沈小姐反而昂着头？难道不觉得自己给沈家丢脸？沈云轩闻言，眼睛一眯，心里暗笑，心头的对天对地不要命符顿时开始运转。他冷冷地望向华兰姨，语气毫不客气地回敬道：哦，原来是高家的小姐，不应该叫你华兰姨吧？华兰姨一愣，心里泛起了警觉，没想到沈如烟竟然敢这么直白地戳破她的底细，忍不住问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沈如烟继续不急不躁地补刀：听说华兰姨原本在高家的时候，不过就是个外室生的私生女，生母是江南那种卑微的乐姬，除了会弹琴卖唱，就是愉悦那些贵族宾客。没错吧？想必你也和你母亲相似，只不过岁月催人老，女人20岁以后就如同花开半夏，最后终究只能枯萎。话音刚落，华兰姨脸色立刻从不屑转为愤怒，眼中怒火几乎喷发出来，但沈如烟并未给她任何反应的时间。她轻蔑地扫了眼华兰姨，继续向皇后和德妃行礼，留下她在原地气的跺脚。在场的其他嫔妃们纷纷看热闹，沈如烟这番话简直是把华兰姨骂得体无完肤，气得她差点跳脚。但这一切，沈云轩都心满意足地看在眼里。感谢系统，对天对地不要命符果然威力巨大，绝对可以让这些人吃上一辈子的亏。沈如烟这波言辞犀利，毫不留情地对了在场的所有嫔妃，她简直是把嘴巴不留情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，连在场的几个妃子都忍不住鼓掌。当然，那个掌声是暗地里捏紧拳头的意思，似乎在说：等着，你的好日子不多了。
你们这些窝里横的母鸡，以为自己能有几天好日子？连皇上的子嗣都生不出，真是无药可救，自己撞墙去吧。沈如烟嘴巴的炮火一发不可收拾，她边说边在心里暗爽。哼，看看这些装高贵的女人，今天我就不当个温顺的小猫，咱们看看谁能收拾得了谁。姐姐，沈云轩捏着手绢，装作无辜的样子。你原本在府里骂我还不够，怎么进宫了还继续和姐妹们吵啊？你个不值一提的小贱人，真当你是皇上宠妃了吗？沈如烟一声冷哼，继续撒毒。不过一个古代庶女罢了，父亲才不会把你当回事。你不过就是沈家的走狗罢了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一句话没说完，华兰姨已经在一旁挑衅地甩了个眼刀。听说沈丞相家教有方，这位沈小姐规矩真不懂，没见过这么不懂礼数的女子，真是给沈家丢脸。沈如烟冷笑一声，接过话头：“哦，原来是高家的小姐，还是华兰姨？听说你母亲原本就是江南某个小乐鸡，卖唱讨生活。看你这副模样，是不是岁月把你逼成了残花败柳？”话一出口，场面顿时鸦雀无声。华兰姨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简直是无法反击。她气得牙根都痒，却又不敢与沈如烟对峙。沈如烟却感觉自己像是开了挂，嘴巴跟机关枪一样连发不止。就在大家都愣住的时候，皇后冷冷地看了沈如烟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沈氏长女口无遮拦，顶撞嫔妃，以下犯上，这幽禁清心阁，罚抄佛经100部，抄完再出来。”这段时间，沈如烟的生活可以说是百般照顾。华兰姨给她下药，不让送饭，其他嫔妃们纷纷上演动物园秀，什么蜈蚣、老鼠都用上了。沈如烟天天在寝宫里尖叫，活像个疯妇。更有甚者，居然在她的水里撒了花粉，弄得她脸上全是红疹，简直像个小丑。不过沈如烟竟然咬牙坚持了下来，完全没有疯掉。她心里暗自叹气，看来后宫的水实在是太深了。我一个古代草根出身的小姑娘，居然能活到现在，真的是意志力强大。沈云轩在某个晚上瞧着已经有些狼狈的沈如烟，轻轻叹口气，心里知道是时候给沈如烟一个古代放风的机会了，不然他的计划就没法继续推进了。于是他亲自去了凤鸾宫，找到了皇后。您想让沈如烟出宫回府？皇后听得一愣，沈小姐已经在宫里待了2个月，怎么，她已经知道错了吗？沈云轩无辜地点点头，是的，姐姐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爹爹也多次派人来问候，嫔妾想着，若皇后娘娘能放姐姐出宫，免除她的处罚，轩儿一定会感激不尽。皇后听后笑了笑，拍拍沈云轩的手，这没什么，本宫本来也觉得沈小姐口无遮拦，该教训她几分。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本宫就下旨3日后放她出宫。她笑得温柔，却又带着几分威严，给她个机会，毕竟她是沈家的长女。沈云轩感激道：“多谢皇后娘娘，轩儿一定会尽心侍奉。”3天后，沈如烟终于回到了沈府，看到熟悉的父亲关心的眼神，她差点就要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但是，一想到那些嬷嬷的话，她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，只轻声摇头，一切都好。沈如烟刚刚从宫里出来，心里还打算如何报复沈云轩，没想到燕王却在年宴上直接抛出了一个古代大大的惊天炸弹：“皇兄，臣弟早就听闻陈妃娘娘风华绝世，能替皇兄孕育龙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菩萨面相。”燕王举起酒杯，笑着说：“我在此提前恭贺皇兄、皇嫂。”哎呀，小贤，坐下吧。你今年去巴蜀各地游历，受了不少辛苦，好好过个年。皇后温柔地说。燕王却没有停下，反而轻声道：“不过我今年17岁了，尚未成家，今日敢冒昧请皇兄和母后恩准，赐我婚事。”这一句话几乎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沈如烟看着燕王，心里暗道：不妙，这下可真的有大戏了。皇上眸中闪过一丝恐惧，笑道：“哦，是哪家的小姐，居然让朕的弟弟动了心？看起来必定非同寻常。”燕王微微一笑，顺着皇上的话头说道：“正是陈妃娘娘的姐姐，沈丞相长女沈如烟。”李军一点点头，眼底的光芒微微闪烁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准了吧。来年7月举行大婚。沈云轩心中暗自嘀咕，这燕王的心动倒是让他感到有点不妙。这一波操作似乎是要把沈如烟推到风口浪尖上，给他送个出宫大礼包。他早就觉得这位燕王不简单，今天看来果然是别有用心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最让他头疼的，最麻烦的是系统要去年终考核。他这才明白，原来系统的同事都过得有些不太好，成绩不及格，领导还在面前抬不起头。系统也要去打卡，开年度报告大会，顺便做 KPI 考核，自己得一边忙着宫斗，一边还得瞪着他那颗系统的火眼金睛。幸好他之前有备而来，留了不少道具在宫中，以防万一。沈云轩翻了翻道具，发现有一个古代假孕丸挺吸引他的目光。他琢磨了一下，沈如烟现在没事儿，不敢挑衅他。李淑文现在根本不想让自己安稳过日子，反倒是在暗中算计他和肚子里的孩子。想想也是，李淑文明显怕自己的孩子一旦生下来，万一真是皇子，那皇上的位置就更加稳固了。这个女人能耐可不小。既然如此，沈云轩忍不住冷笑，不如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他轻轻点击了假孕丸，选择了李淑文作为使用对象。
瞬间，系统界面显示李书文状态甲运，孕期10月。接下来后果如何，他就拭目以待。元旦早晨，宫中却是一片红光闪闪。皇后娘娘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华丽长裙，整个人看上去气色极好，眼神中透着一股神采奕奕的光辉。沈云轩顿时眼前一亮，心里也松了口气。于是他连忙夸奖道：“娘娘今日真是光彩照人，元旦一新，显然今年的运势非同一般。”皇后听后露出得意的笑容，随即向一旁的宫女使了个眼色。那宫女迅速拿起一个古代金灿灿的托盘拿了出来，托盘里放着几枚平安金锁，还有用金打造的小巧生肖，每一件都显得精致无比。这是给你准备的。皇后温和地笑着说道。朝阳今天一大早便分得了一些，这些也是给你的。沈云轩喜出望外，没想到今年第一份新年礼物居然是皇后亲自送的。他也忙不迭地从怀中掏出准备好的珊瑚玉，和皇后的红衣相得益彰。皇后看到后十分欣喜，暗自感叹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正当他们谈笑风生时，突然脑海中传来沈云轩愣了一下，随即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从系统传来：“宿主，宿主，我回来了。这次系统评比我可是第1名，主系统还特意表扬了我，系统大会上专门为我颁了奖。”沈云轩一愣，随即就笑了：“阿宁，你这次真是厉害，居然赢了，怎么排名也终于能吹牛了？”“那当然。”阿宁得意洋洋地回应：“这次我不光是 KPI 飙升，还顺便让其他宿主都吃了个大亏。哈哈，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”沈云轩心里一松，看来阿宁确实是没白努力。这段时间他的任务多了些难度，也不知道怎么说，自己倒是有点期待接下来阿宁能带来什么样的惊喜。沈云轩一路顺风顺水地过了孕期，终于到了临产的日子。那天中午，他正悠哉地享受着美食。四川厨师今天做了辣子鸡和松子鱼，他吃得格外开心。正当他津津有味的大快朵颐时，突然感觉一阵湿意袭来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，心里一紧，瞪大了眼睛，赶紧让碧川过来处理。虽然他早就服用了无痛分娩丸，保证了痛感全无，但毕竟是临近分娩，还是难免有些慌乱和紧张。还是碧川最稳重，指挥得当，急忙让旺福去太极殿禀告皇上，又只是秋菊和冬梅去凤鸾宫和慈宁宫通知皇后和太后，最后还安排玉珠去叫太医，自己则和几位老嬷嬷坐镇，指挥医女和接生嬷嬷们快速准备。虽然自己感觉不到痛，但沈云轩知道生孩子可是件大事，哪怕无痛也得表现得像个正常人，不能让大家怀疑。于是他扯着嗓子干嚎了几声，声音高亢：“啊，好痛啊！啊！”瑶光宫外，太后和皇后李君一听到声音，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刚好撞个正着。一听陈妃要生了，3位都立刻放下手头的事，跑得飞快。“哎呀，好疼啊！疼！”这是轩儿的声音。李君一吓得一个古代机灵，站起来，急切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陈妃可有事？”皇后一边安慰她，一边推她：“皇上别急，生孩子叫几声痛是正常的，你别添乱。轩儿听到可不太好，分心了怎么办？”此时沈云轩心中有些不安，他紧急联系系统：“阿宁，阿宁，刚才那个老钱婆是不是动了穴位？孩子没事吧？”“宿主放心，系统出品，绝对保证质量。你已经为孩子服用了强身丸和体质丸，孩子体质好得很，完全没问题。”就在这时，瑶光宫内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。哇！李君毅喜出望外，身体猛地一震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天际突然云霞满天，瑞气腾腾。随着婴儿的啼哭，四周的空气似乎都变得清新起来，云鸟仙鹤飞翔而至，连天边的太阳都泛起了灿烂的霞光。所有人都惊叹不已，仿佛这场景是为这位新生皇子特别准备的天降奇迹。整个皇宫，甚至整个京城，仿佛被一场天降祥瑞的奇观所震撼。天光大盛，云霞满天，这是什么节奏？而且居然有一群仙鹤飞满了整个皇宫，叽叽喳喳发出欢快的叫声，简直就像闹市里一场热闹机会。此时，瑶光宫上空竟然还盘旋着2只凤凰神鸟，交织的翅膀直接让人宫人们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是什么魔幻世界？就在这时，旺福如同灵感突现，突然磕头大喊：“皇子降生，瑞兆显现，天佑我大启！”这一嗓子直接拉回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也让李君毅忍不住大笑出声。天佑我大启，我们大启后继有人了！瞬间，瑶光宫内所有人，甚至皇后都高呼天佑我大启，声音响亮激昂，仿佛天地都为这庆典喝彩。怎么样，宿主，这100积分花的值吧？天降祥瑞符可是宫斗界的必备良品，只要有这个，谁敢质疑你儿子的地位？简直就是帝王命格的象征，最强装逼神器。沈云轩对这道具非常满意，大启人一向迷信，尤其是天象和命格学说，来了这么一出，谁还敢质疑他儿子的地位？这简直稳如泰山。不久后，太后、皇后和皇上齐刷刷地走进来，急匆匆来到沈云轩的床前。大皇子也在一旁，似乎也被这一场天降祥瑞给震撼到了。轩儿，辛苦你了，
你可是我大齐的功臣，江山的功臣。李俊义紧紧握着沈云轩的手，激动的眼眶有些湿润。朕决定封你为贵妃，赐双字封号，陈毅贵妃，向双份贵妃份礼。叮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达到贵妃位分。任务奖励积分加800，技能蛊惑人心，宠爱值达到800。叮！阿宁系统发布新任务，达到皇贵妃位分。任务奖励积分加10000，技能黑白无常，每次选择一人使用，目标体质下降50%，连续使用3次可悄无声息的让目标死亡。技能冷却10日。沈云轩挑了挑眉，心中一阵畅快。多胞胎丸果然是个好东西，等自己出了月子，事情之后立马可以安排上。不过关于皇贵妃的位置倒是有点难度，毕竟那可是只有在皇后空缺或者嫔妃即将离世的情况下才会册封的。看起来任务有点挑战性啊。沈云轩转过头，看着太后和皇后，对着儿子笑着，心中一阵柔软。眼前的小婴儿包裹在金黄色的襁褓中，还是刚出生的模样。他忍不住轻声说道：“陛下，轩儿终于为您生下了一位皇子。”是啊，李君义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，但又忍住了那股激动，毕竟作为皇帝，还是要保持点风度。他轻轻抱起大皇子，孩子软乎乎的，完全没有骨头感，仿佛一个古代小小的团子。李君义差点就抱不稳了。太后也忍不住笑道：“轩儿生了个好孩子，白白胖胖的，皮肤白皙，胎发茂盛，绝对是未来的美男子。”沈云轩心里得意，孩子刚出生就能被这么夸奖，看来以后肯定能出人头地。陛下，孩儿降生，不知陛下有何高见，为他取个名字？李君义一脸自信，笑得像是得了个大宝贝。朕已经想好了，翻遍了所有历史记载，研究了半年，才从中选出这个名字，就叫萧景琛，景琛天下，未来必定非凡。就在萧景琛满月那天，李君义下了圣旨，封皇长子萧景琛为太子。李叔文听了这消息，气得差点蹦起来。他原本想着自己得凭手中权力一步步往上爬，甚至一度觉得孩子并非必须，但听到这个名字，他顿时气愤至极，心里却也隐隐觉得不安。然而正当他准备采取行动时，腹中的胎儿突然活跃起来，像是提醒他该收拾心情了。他不禁摸了摸肚子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瑶光宫此刻热闹得不可开交。沈云轩在出月子之后服用了产后恢复丸，迅速恢复了身材。恢复后的他不仅没有走形，反而比之前更加婀娜多姿，俨然一副让人无法忽视的美人模样。至于李君义，简直成了恶狼，连眼神里都带着绿光，一见到沈云轩，恨不得把他连骨头一起吃了。看着那眼神，沈云轩只得无奈地笑，心想着这老狼一饿就是几个月，今天终于饱了。然后周太医在诊脉时不小心脱口而出，陈毅贵妃又怀孕了。这一消息瞬间引发了宫中一阵小骚动。沈云轩深吸一口气，心中默默为自己打了一把小算盘，这个多胞胎丸真是太有用了，居然能这么快再次奏效。